为什么法显被称为西行求法第一人，比玄奘还早200多年？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？我们至今仍在受他的恩惠。很多人脱口而出，不就是去得早，占了时间的便宜罢了？错。如果只论西行时间早晚，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早在公元260年就西出玉门，远赴于田，比法显还早130余年。如果只论求取典籍的数量，后来的玄奘携回梵文经论657部，体量数倍于法显。如果只论行程广度，后世译经遍历30余国，足迹远及南洋，见闻同样广博。单纯的出发更早，单纯的带回经书，在2000年佛教传播史里，根本撑不起西行求法第一人的名号，更不足以让后世1000年都对他心怀敬意。他之所以被尊为求法开山之祖，核心根本不在于比玄奘早走200年，也不在于走过多少国家，而在于他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甚至极度反人性的事。他以62岁的垂暮高龄，在没有官方支持、没有完整地图、没有前人全程参照的绝境里，硬生生为汉地佛教踏出了一条从长安到天竺，从陆地到海洋的完整求法闭环。他挑战的从来不是某个人的记录，而是佛教入华数百年来僧人困守本土，坐而论道，只敢转述章句，不敢轻探本源的普遍惰性。在法显之前，西行求法是零星的、半途而废的孤身冒险。在法显之后，这条路才有了清晰的坐标、可行的路径，更有了代代传承的精神火种。他带回的不只是摩诃僧奇律、大般泥环经等填补空白的核心典籍，更是一套躬身求正、违法忘身的精神准则。哪怕前路无人走过，哪怕花甲之年生死难料，只要道之所在，便不惧万里黄沙、万顷波涛。这股力量让后世玄奘、义净等无数求法者有了前行的底气，也让我们今天说起丝绸之路，说起古人的探索精神时，永远有一个可以回望的精神原点。我们至今仍在受他的恩惠，受惠于佛国记还原了失落的古代亚洲史，更受惠于他刻进文明骨子里的决绝与坚守，始终提醒着我们，大道在前，躬身方得。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位花甲之年踏遍万里的孤僧，如何用15年的九死一生完成这场前无古人的文化远征，又如何在1600年后依然默默滋养着我们的精神世界。你若能读懂他这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求道底色，人生很多迷茫困局都会多一份破局的力量。今天我们一同致敬这位千古求法先驱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打出愿我道心坚固，此生不退。愿我们都能像法显大师一样，心有方向，行有力量，所求皆能圆满。公元399年，正是东晋的乱世，北方是五胡16国打来打去，民不聊生；南方的东晋王朝也是偏安一隅，风雨飘摇。佛教传入汉地已经300多年了，看起来寺庙越建越多，出家人也越来越多，可内里的根基早就摇摇欲坠了。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？是戒律残缺。当时汉地流传的佛经大多是从西域辗转传过来的，要么是片段，要么是翻译的颠三倒四，尤其是关乎僧团规矩、出家人行止的戒律，更是缺得厉害。没有统一的戒律，僧团就没有规矩，出家人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全凭自己说了算。于是就出了很多乱象，有人披着僧衣，却干着俗人的勾当，借着信众的供养捞钱；有人连基本的修行仪轨都不懂，却敢自称高僧，误人子弟。法显从小就在寺庙里长大，3岁出家，20岁受具足戒，一辈子都在佛法里浸润。他看着这些乱象，心里像针扎一样疼。他知道佛法要想在汉地真正扎下根，
光建几座寺庙，度几个出家人没用，必须得有完整的戒律，得有能让僧团依止的规矩。可戒律从哪儿来呢？前人传过来的就这么多，残缺不全的，根本没法用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去一趟天竺，去佛陀的故土，把最原始、最完整的戒律原原本本求回来。这个念头在他心里盘桓了很多年，等到他终于下定决心动身的时候，已经62岁了。消息传出去，身边的人全来劝他。有人说：法师啊，您都这把年纪了，安安分分在寺里讲经修行不好吗？西域那是什么地方？黄沙千里，雪山万丈，年轻人走这一趟都得8层皮，您这一把老骨头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？这不是去求法，这是去送死啊！法显怎么说的？他没跟人争辩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说：汉地的僧团等不起了，我这辈子要是不能把完整的戒律带回来，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。公元399年，法显带着4位同修的老僧从长安出发了，没有朝廷的文书支持，没有随行的护卫差役，甚至连一张完整的西域地图都没有，手里就攥着一根锡杖，怀里揣着一只粗陶钵盂，身上背着简单的行囊和一腔要把完整戒律带回汉地的执念。5个人都是年过花甲的老人，就这么一步一步往西走去。出了玉门关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第一道鬼门关就是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。法显后来在《佛国记》里写这段路，只短短几句话，今天读来都让人脊背发凉。他说：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，遇则皆死，无一全者。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遍望极目，欲求度处，则莫之所拟，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。你想想看啊，抬头看不见一只飞鸟，低头瞅不到一只走兽，放眼望去全是黄漫漫的沙子，连个方向都辨不出来。沙漠里的热风刮起来，就像恶鬼索命一样，人要是赶上了，多半就直接埋在沙里了。那路怎么认？根本没有路，只能靠着路边前人留下的死人枯骨，一步一步往前挪。白天沙漠里的太阳晒得人皮开肉绽，沙子烫得能烙薯饼，到了晚上又冷得像掉进冰窖里，裹着2层粗布僧衣都打哆嗦。水就更金贵了，带的水喝完了，就只能在沙子里找绿洲。运气不好的时候，2、3天喝不上一口水都是常事。同行的人里有走到一半就撑不住的，打了退堂鼓，转头回了长安；有身体弱的，染了病，没等走出沙漠就走了。可法显呢，从来没说过一句回头的话，每天天不亮就起身赶路，走到太阳落山就找个背风的地方歇脚，饿了就啃2口干粮，渴了就抿一小口水。好不容易走出了塔克拉玛干沙漠，等着他们的是更凶险的第2道关，葱岭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帕米尔高原。那是什么地方？平均海拔几千米，悬崖绝壁，一眼望不到地。山上常年积雪，风雪说来就来，山路窄的什么地步？有些地方只能踩着突出的石头往前挪，脚底下就是万丈深渊，一脚踩空，连尸骨都找不到。同行的慧景法师身体本来就不太好，走到小雪山的时候，突然遇上了暴风雪，寒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，像刀子割一样，气温骤降。慧景法师撑不住了，冻得浑身发抖，连路都走不了。法显抱着他，喊着他的名字，可慧景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只是喘着气，断断续续地跟他说：我怕是不行了，你别管我，带着经书一定要回去，一定要把戒律带回汉地。说完这句话，慧景法师就闭上了眼睛，活活冻死在了雪山之上。法显摸着同伴冰冷的身体，趴在雪地里放声大哭。一起从长安出发的5个人，走了才不到一半的路，死的死，走的走，
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身边的同伴一个接一个离开，眼前是看不到头的雪山荒漠，身后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。你会不会觉得绝望？会不会干脆算了，反正已经尽力了，没人会怪你？可法显哭完了，擦干眼泪，把慧景的遗体安葬在雪山脚下，转过身，接着往西走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同伴们的命都丢在了这条路上，我带着他们的心愿一起走，就算只剩我一个人，就算死，也要死在往天竺去的路上。各位啊，这不是什么神话故事啊，这是1600年前一个62岁的老僧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真实经历。什么叫违法忘身？这就是佛法不是坐在禅堂里舒舒服服等来的，不是捧着书本念几句就有的，是用脚走出来的，是拿命换回来的。法华经里说，行人难苦，行难行者，如是之人乃可得道。意思就是能吃下别人吃不了的苦，能走别人走不了的难路，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求得大道。法显就是这样的人。反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好多人想做点什么事儿，先给自己列一堆障碍。我年纪大了，来不及了，没人做过的事儿肯定成不了，条件还不成熟，再等等吧。说白了，不是事情难，是你心里先怕了，先给自己设了限。法显62岁都敢闯生死关，都敢走前人没走完的路。我们现在20、30岁、40、50岁的年纪，身体健康，衣食无忧，遇到点小困难就喊难，就想放弃，就说我不行，这不惭愧吗？其实困住你的从来不是年龄，不是困难，是你心里那句我不行。只要你道心够坚定，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，多难的路都能一步一步走完。再后来啊，法显一路走一路停，好不容易穿过了西域诸国，翻过了雪山，终于踏入了北印度的地界。可真到了地方，他才发现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难得太多太多。当时的印度很多地方的佛法传承都是靠口耳相传的，尤其是戒律，师父传给徒弟，徒弟再传给徒孙，一代一代心口相授，根本就没有成文的梵文经卷。你想抄录，连个底本都找不到。法显一家寺院一家寺院的拜访，一位长老一位长老的请教，可得到的答复大多都一样，戒律都是代代口传的，没有写下来的本子。你要是想学，就留下来跟着师父慢慢学。可法显哪是为了自己学啊？他是要把戒律带回汉地，让千千万万的汉地出家人都能依止修行。要是只靠他自己记，能记住多少？记错了怎么办？必须得有完整的梵文原本，带回去翻译出来，才能真正利益大众。法显把心一横，从头学梵语，学梵文，一字一句，一本一卷，亲手去抄录那些戒律经典。这有多难？我们现在学一门外语，有教材，有老师，有各种工具，都觉得难。法显一个60多岁的老人，没有教材，没有字典，全靠跟当地人一句一句学，一个字一个字记。光是把梵语听懂，把梵文写会，就花了整整2年多的时间。学会了文字，他就一家寺院一家寺院的跑，求着人家把戒律的本子借给他抄。人家不肯借，他就软磨硬泡，天天去帮忙干活，打扫寺院，挑水劈柴，用诚心打动人家。人家只肯让他在寺里看，不让带走，他就白天看，晚上凭着记忆默写下来。就这么着，在中天竺待了整整3年，法显终于亲手抄录下了摩诃僧祇律、十颂律、大波尼环经、杂阿毗昙心论等多部汉地从未有过的核心典籍。每一个字都是他一笔一划写下来的，每一部经都浸着他的心血和心愿。各位，修行最难的从来不是遇到绝境，
而是身处安逸却依然不退初心。很多人能扛过风雨，却栽在了温柔乡里；能熬过苦难，却败在了满足里。就像我们生活里这种事儿啊，真的太多了。有人为了学本事出门打拼，刚赚了点小钱，就沉迷在酒色享乐里，早把当初的志向扔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有人为了成长读书学习，刚懂点皮毛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骄傲自满，不肯再往下深入了。走得太远，就忘了为什么出发，这是大多数人的通病。而真正能成事、真正能成道的人，永远都记得自己最初的发心。华严经里说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这句话我们现在人人都会说，可真要做到，难如登天。你得在顺境里不飘，在安逸里不堕，在诱惑面前不动心，才能守得住最初的那一点发心。法显做到了，所以他成了千古第一人。按说啊，经书也求到了，梵文也学会了，沿着来时的路慢慢往回走，一路参拜圣迹，顺顺当当回到汉地，也算是功德圆满，不枉这一趟了。可法显偏不，他做了一个让当时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，不走陆路了，走海路回国。为什么要走海路？一来陆路来的时候已经走过一遍了，沿途很多国家的佛法他都了解过了，他想趁着自己还走得动，去看看南边的国家，看看那里的佛法是什么样子，多求一些汉地没有的经典。二来陆路往返一趟要走好几年，雪山沙漠凶险万分，他年纪大了，再走一遍陆路怕是真的撑不住。海路虽然也险，好歹快一些。如此，法显带着自己抄录的经卷，沿着恒河南下，一路走，一路参访，最后坐船到了狮子国，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。狮子国当时也是佛教兴盛的地方，有很多汉地没有的经典。法显在这里又停留了2年，四处参访，抄录了《弥沙塞律》、《长阿含经》、《杂阿含经》等好几部梵文经典，心里的底气更足了。有一天，他去城里的寺院礼佛，在大雄宝殿里看到一个商人拿着一把白绢扇供在佛像前。那白绢扇是产自晋地的，也就是法显的故乡。法显看着那把熟悉的白绢扇，瞬间就红了眼眶。离开长安已经10几年了，他从一个花甲老人变成了古稀之年的老者，故乡的样子、寺庙的样子都快在记忆里模糊了。此刻看到一把来自故乡的扇子，所有的思乡之情，所有的委屈辛苦，一下子就涌了上来。他站在佛像前，拿着那把白绢扇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可哭归哭，他心里的念头从来没动摇过，一定要活着回去，一定要把这些经书带回汉地。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这件事儿就必须做成。没多久，有一艘从波斯来的大船要开往汉地的广州，法显就带着经卷搭上了这艘船，开始了东归的海路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海路的凶险一点都不比陆路差，甚至更要命。船刚开出去没几天，就遇上了大风，狂风卷着几丈高的浪头，狠狠砸在船上，船身被打得摇摇晃晃，船舷边上都裂开了口子，海水一个劲往船舱里灌。船上的商人都吓坏了，为了减轻船的重量，纷纷把自己的货物往海里扔，箱子、货物，甚至连随身的行李都扔下去了。可只有法显死死抱着怀里的经卷，任凭别人怎么劝怎么说，他都不肯扔一卷。他跪在船舱里，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不是求自己能活下来，是求这些经书能平平安安回到汉地，能利益更多的众生。他说，我这条命不算什么，可这些戒律是汉地僧团的根，绝不能丢。大风刮了整整13天，船随风漂流，最后漂
飘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。众人赶紧下船，把船身的漏洞补好，才又接着出发。在茫茫大海上漂了整整90多天，才终于到了耶婆提国，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一带。法显在这里停留了5个月，一边休整身体，一边等待季风。等到风向对了，才又搭上一艘开往广州的大船，再次踏上回家的路。等到最后好不容易看见陆地，靠了岸，法显才发现这地方根本不是他要去的广州，而是被吹得偏了108000里，一路飘到了北边的青州掌广郡，也就是今天山东崂山一带。公元413年，离开长安整整14年的法显，终于踩着黄海的浪涛回到了汉地。这一年他已经76岁了。他走的时候从西边的陆上丝路出发，回来的时候从南边的海上丝路登陆。他用14年的九死一生，走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陆去海环的丝路闭环，前无古人。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。法显带回来的这些东西，它真正的分量要在他身后的1000多年里才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。法显回到汉地之后，没顾得上休息，也没顾得上回乡看看，转头就扎进了易经的事业里。他知道经书带回来只是第一步，把它翻译成汉文，让所有汉地的出家人都能看懂，都能依止，才算真正完成了使命。他先是到了建康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，住在道场寺里，和天竺来的高僧佛陀跋陀罗一起组织了一场，开始翻译他带回来的经典。这一译就是好几年，76岁的老人了，本来就一路奔波，身体亏空的厉害，可他每天天不亮就起身，一直译到深夜，从来不肯懈怠。梵文的句子他要反复琢磨，既要准确，又要符合汉文的语境，还要贴合佛法的义理，一个字都不敢马虎。前后几年时间，法显一共译出了经典12部，总共100多卷，上百万字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戒律和涅盘经。先说戒律，法显带回来的摩诃僧祇律和十诵律是汉传佛教最早系统流传的广律。在这之前，汉地的戒律都是零散的片段，出家人受戒、修行、僧团管理都没有完整的依据。从这2部律典译出之后，汉地的僧团才有了真正可以依止的戒律，出家人的行止、僧团的制度、传戒的规矩才慢慢规范起来。后来唐代的道宣律师就是在这些律典的基础上开创了律宗，成为汉传佛教8大宗派之一。追根溯源，法显就是汉传佛教戒律的奠基人，没有他舍命求回来的戒律，汉传佛教的僧团制度不知道还要晚多少年才能成型。再说说大波尼环经，这部经虽然只有6卷，却在当时的佛教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因为经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，甚至说连断了善根的一阐提人也终究能够成佛。什么是一阐提？说的是那种善根断尽，坏到了极点，看起来再也没救了的人。这个观点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，当时很多高僧都不认可，说这是不对的，一阐提怎么能成佛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站出来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叫竺道生。道生反反复复地研读法显带回的这部经，凭着他过人的智慧，大胆地喊出了一句话：一禅提人皆得成佛。哪怕是恶到了极处的人，佛性也一样不曾失去，一样能够成佛。就因为这句话，竺道生被当时的佛教界排挤，说他是邪说，把他赶出了僧团。可竺道生丝毫不为所动。传说他被赶走以后，跑到苏州虎丘山，对着满山的石头讲法，讲到那一句一阐提皆有佛性，连山上那些顽石都一块一块地点起头来。这就是生公说法。
顽石点头的来历。后来谭无趁翻译的40卷本大般涅盘经传到了南方，里面果然明确说了，一禅提也有佛性，也能成佛。所有人这才服气了，纷纷称赞竺道生有先见之明。各位，你可别小看这一场争论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8个字它后来成了中国佛教，尤其是禅宗的根本。他告诉每一个中国人，成佛做祖这件事儿不是少数圣人的专利，而是你我每一个平凡人本自具足的可能。你不必自卑，不必觉得自己根气太差，罪业太重。那颗佛性的种子从来就在你的心里，一刻也不曾离开。这种人人皆可成佛的、向上的、温暖的信念，一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心，直到今天。而这一切的源头，就由法显当年万里求来的那一颗火种。你看，法显带回来的不只是几本书，更是整个汉传佛教的制度根基和思想方向。这功劳还不够大吗？而他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佛教领域。法显把自己西行一路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书，叫《佛国记》，也叫《法显传》。全书只有9000多字，篇幅不长，分量却重如千钧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古代的印度是没有官修正史传统的，他们的历史大多夹杂在神话传说里，零零散散，根本没有系统的记载。公元5世纪，正是印度极多王朝的黄金时代。可关于这个王朝的社会风貌、城市格局、宗教状况、百姓生活，印度自己的史料里几乎找不到什么靠谱的记录，反倒是法显的《佛国记》把他一路走过的30多个国家的山川地理、风土人情、宗教信仰、社会制度记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从西域的绿洲小国到中天竺的繁华城市，再到狮子国的海岛风貌，甚至海上航行的路线、船期、贸易情况，全都写得明明白白。所以现在全世界研究印度古代史、研究中亚和东南亚历史的学者，都把《佛国记》当成第一手的核心史料。没有法显的这本书，公元5世纪的亚洲历史很多地方就是一片空白。还有更厉害的，后来印度考古发掘鹿野苑、居士那迦、阿育王宫殿这些佛教遗址的时候，手里拿的坐标参考就是2本书，一本是法显的《佛国记》，另一本是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。很多已经埋在地下几千年的遗址，就是靠着这2本书的记载，才被重新找到，重见天日。印度的考古学家都说，没有中国的这2位高僧，印度的古代史根本就理不清楚。除此之外，《佛国记》里详细记录的南海航线，也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最珍贵的航海史料。它清清楚楚地证明了，早在东晋时期，中国和东南亚、南亚之间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就已经非常成熟了。法显走过的这条海路，就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最鲜活的见证。你看啊，法显一个出家人，不光奠定了汉传佛教的根基，还给世界历史、地理、考古、航海史都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财富。这份影响早就超越了宗教，超越了国界，穿越了1600年的时光，直到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。而最珍贵的遗产还是精神层面的。唐代的高僧义净也是西行求法的大师，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公道的话：显法师则创辟荒途，藏法师乃中开王路。意思就是说，法显是那个披荆斩棘的人，在一片荒芜里硬生生踏出了第一条西行求法的道路，而玄奘法师是在这条已经开辟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，走得更稳，把这条路走成了康庄大道。没有前人开路，哪来后人坦途？在法显之后，从南北朝到隋唐，
一代又一代的僧人沿着他走过的路，前赴后继，西行求法。玄奘也好，义净也好，悟空也好，这些我们熟知的高僧，其实都是法显的后来人。他用自己的一生给后世的求道者立了一个标杆，树了一个榜样。违法忘身，虽九死，其犹未悔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些都是历史，都是大人物的事，跟我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求法，又不研究历史，我受他什么恩惠了？其实啊，关系大了。法显身上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开路者精神，那种花甲之年依然敢闯敢拼的生命力，那种历经万难依然不忘初心的坚守，早就融进了我们的精神血脉里。我们今天说起丝绸之路，说起古人的探索精神，说起中国人不服输、敢闯敢干的劲头，法显都是绕不开的一个名字。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，年龄从来不是限制，困难从来不是借口。只要你心里有信念，脚下有方向，就没有走不通的路，就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当你生活里遇到坎了，觉得撑不下去了，想想1600年前那个62岁闯沙漠、76岁渡沧海的老僧，你眼前的这点困难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这份精神力量，就是他留给我们每个人的恩惠。聊到这儿，咱们回头再看开篇那个问题：为什么是法显被称为西行求法第一人？现在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了。他的第一，从来不是时间上的第一，而是开创者的第一，是精神标杆的第一。他是第一个深入印度本土，系统求取并带回完整戒律的汉地僧人。他是第一个走完路去海还丝路闭环的中国人。他是第一个留下完整、可信的西行实路的求法者。他更是第一个用一生践行违法忘身，给后世所有求道者立下精神标杆的人。前无古人，后起来者。这8个字，法显当之无愧。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西行求法。我们求的不是梵文经卷，是内心的安定，是生活的圆满，是人生的价值。我们每个人的路上也都会有沙漠，有雪山，有风浪，有绝境。法显的故事给我们普通人留下了3个最珍贵的启示。第一，永远不要被年龄和来不及困住。只要你发心纯正，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。62岁的法显能走通万里求法路，我们任何年纪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。别总说我老了，来不及了，心不老，人就永远不会老。第二，永远不要被眼前的绝境吓退。路都是人走出来的，前人没走过的路，你走了，你就是开路者。所有打不倒你的，最终都会让你更强大。别遇到点困难就退缩，就放弃，咬咬牙往前多走一步，说不定就柳暗花明了。第三，永远不要走着走着忘了初心。出发时的发心，才是撑你走过所有风雨的底气。走得再远，站得再高，都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。别被沿途的风景迷了眼，别被暂时的安逸磨了志，守得住初心，才能到得了终点。1600年过去了，沙漠的风还在吹，海上的浪还在涨，可那个拿着锡杖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老僧，从来没有走远。他留下的经书还在寺院里流传，他写下的佛国记还在被全世界的学者研究，他的精神还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为了信念往前走的人。我们今天讲法显的故事，不只是为了怀念一位古代的高僧，更是为了从他身上汲取一点往前走的力量，找回一点我们快要丢掉的初心。如果今天法显大师的故事也给了你一点触动，一点力量，麻烦大家动动手指，给视频点一个赞，把视频热推出去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位被低估的求法先驱，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份道心坚固的力量。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悟，或者打出一句随喜赞叹，
把这份求法的功德分享给更多的众生。关注我，后面我们继续讲更多高僧的故事，一起在佛法里找智慧，在生活里修本心。我们下期再见。